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1月21日，今天是星期二啊。今天的风挺大的，其实啊，这个感觉啊，看到前面像要下雨的样子。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总要出来走一圈啊，因为我现在每天基本上都会出来走个1万步啊。这个我看到油管上有一个博主。是一个美国人啊，他说这个他已经坚持了好几年，每天走1万步，这样对身体会非常的好啊。那么我可能拍的当中会有点晃动啊，所以大家也就担待一下。首先呢，我回答网友几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有个网友他说那个在西班牙他如果是非盈利的居留，能不能买房？就是交税不用100%啊，只要你是合法的居留，不光是西班牙的啊，是欧盟，只要是欧盟所有这些国家里面的，那么你在西班牙买房，你都可以，就是不用交100%的税。100%的税是针对，就是你不是欧盟的合法的居民啊，是外国人，就完全是这个意思。没有获得居住权的人啊。那么还有一个朋友啊，他说在那个西班牙做针灸，这个会不会有出路啊？好不好找工作？在西班牙呢，因为我也没有去西班牙针灸过啊，我看到有人发过这个信息的，就是有这种做中医做针灸的人，但似乎啊，他们好像是没有像这个正式的一个店面这样子的啊，他们一般都是像工作室，自己在家里面做。那我觉得，就可能你服务的对象只有一些这个中国人啊，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少的客户，对吧？我觉得，所以这个生存起来可能就没有那么的轻松，并且就是像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就是你自己去做一个按摩师啊，你还要去搞一个什么居留啊，什么东西的，这个东西感觉就好像成本啊各方面啊就不是很好弄，而且还要有语言的方面的问题啊，因为你可能不是像这个很多泰国人在这里，他们搞这个泰式按摩的，他们是有那个店铺的啊，他们卖的按摩就基本上跟泰国的是一样的啊，就是有精油的啊，有这种推拿的什么的啊。但是在这个针灸这一块，因为针灸这一块它已经不光属于这个放松按摩是吧，也可能像属于医疗范畴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它是需要符合这边的一个标准的感觉是应该要下雨了，这个鸟在这边拼命的飞啊，盘旋，在低空盘旋。好吧，那今天我主要聊的呢是一个在川普时代啊，就川普总统时代啊，我们有哪些一些投资的机会吧，就随便聊一聊啊。首先呢，我是很喜欢川普这个人的啊，就川普这个人，他不管是当总统还是他不当总统啊，我都挺喜欢这个人的啊，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就在政客里面吧，他属于是一个有血有肉、看得见的人啊，不是像神一样的，对吧？好像离我们的距离好远。我记得很久以前，就是那个有一些媒体发出来说，那个就俄罗斯的那个普京总统是吧？他又能什么跟熊啊，就空手打熊啊，还能够骑在那个老虎的身上，反正就是上天下海无所不能，对吧？这个一看就是
觉得不太可能，不太现实，对吧？你说熊的力量是多大？你说骑在老虎身上，这个老虎啊被训练过，有可能还有可能。熊的力量，对吧？你说一个人凭空的是吧？而且他就是贵为这个总统的，对吧？这种身份，怎么可能就不顾自己的安全呢？是吧？就会还要这样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当时我就深感怀疑，对吧？川普就是感觉啊，反正很多人说他喜欢那个美女啊，或者说那个打高尔夫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生活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对吧？就像他之前也是商人啊，地产商什么的啊，那么有钱，他不喜欢美女，他又是男的，这个不正常，对吧？我觉得正常人只要是一个男的喜欢美女，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并且呢，这个今天川普他签了一个法案呢。今天川普签了一个法案啊，他说那个就是之前跟他1500个人啊，反正就是他们之前好像冲击国会啊这个事件的人，他都给他们释放掉了啊。就应该来说，那1500个人是他的支持者，对吧？啊，反正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人他还算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啊，然后也算是一个世俗之人吧，并且呢，他说的很多这种就是理念啊，就什么那个让美国啊变得更好，变得更伟大，对吧？或者说让美国恢复更伟大啊，我觉得这个都是符合啊正常的思路的，对吧？啊，你说就是有些东西啊，有些口号，就理论上是听起来是很不错的啊，但是就是让什么这个世界变得怎么样啊？要让整个世界啊变得怎么样，对吧？这种就是听起来就有点空洞啊。就你这个，你就想现在其实世界上不说别的，还有这么多战争，还有这么多人，其实他们是有生存问题的啊，就吃饭都成问题。我觉得，就如果撇开啊吃饭都成问题，在那边啊说一些很空洞的东西啊，这个没有意义啊。这种就是属于什么？就是属于政治家给大家画大饼，对吧？就没有人就说久了，或者说就人家就不相信了，对吧？啊，还有人说那个川普那个发什么币啊？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币放在那里，他不发也有别人发，是吧？发币又不是犯罪啊。你也可以买，你也可以不买，啊，我没有买，因为我错过了，我根本就不知道。等我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币已经涨到20多块钱了。很多人好像当初是0.5美元买的啊，现在是20多美元，那这些人都赚翻了，对吧？啊，我觉得如果是他忠实的，他的这个就是支持他的人啊，去买他一点币，人家是自愿的，这个没有什么收割不收割的。而且我觉得谁都可以发币，你也可以发币，我也可以发币，任何人都可以发币，对吧？啊，这个谈不上就是这个人的说这个人道德啊什么的，谁都喜欢钱，对吧？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正常啊。我觉得如果满口都说啊这个从来不喜欢钱的人啊，这些人我觉得要远离啊，就不能跟他们这个多交流，是吧？啊，因为这些人的思路都很奇怪啊。好吧，那么我也不是说啊帮川普说话什么的，很多人会觉得啊，怎么你说一堆都是帮川普洗白的啊？不是的，我只是觉得他这些事情其实也挺正常的。那我觉得呢，就是在未来呢，有几个方向啊是值得去探索的。首先是美元，美元呢，说实在的啊，现在就是不管是人民币也好，日元也好，还是欧元也好，
对美元呢都是在贬值。因为川普之前说过一些理论，对吧？他说这个他会对那个不光是中国啊，对所有的欧洲国家，或者是他一些的盟友啊，他也会那个去征收关税。那我觉得这些货币贬值呢，应该来说是一种市场的一种反应预期，对吧？有的人会把它称之为防御性的反应啊，就是说你说要收关税，那我们先贬值有利于出口，给大家留下一个空间，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的我觉得这个只能说是暂时一种市场反应，美元也未必在接下来的时间还是像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呢，我觉得美元就是继不停的做多美元的这个不是我的选择我始终认为就是说，可能在川普当选这段时间或者一开始吧，这个美元会像现在这样，对吧？但是这个也是为什么现在就是美国股市，你看最近跌的就很严重不少人都觉得没信心了，因为美元如果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汇率的话，那这个股市是好不起来的。所以呢，我觉得随着他当选，他的这个政策真的实施开了，那么这个美元应该会回到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就是对所有的货币然后呢，美国股市我觉得会开始新的一轮的牛市这个是我觉得现在的美国股市的这样的一个疲软的表现呢，应该来说也是一种留下未来上涨有更大的空间没有买入机会的话，这个股市就涨不起来了，对吧？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更大的空间这个对美国股市来讲。那么美国股市呢，我觉得有些板块我比较看好的比如说我觉得那个马斯克板块，对吧？马斯克的反正不管他是这个什么特斯拉呀，还是些什么别的跟他概念股之类的我的未来我都看好，大家都能看得见，对吧？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又是政治又是商人的一个身份，这个身份也很奇怪但是就是这个人就是真的很牛逼，对吧？我觉得所以他的板块呢，我觉得是一个未来我会重点关注的。还有呢就是我觉得能源板块像什么石油天然气这些我觉得过去都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价格所以就是未来应该成长空间也是很高的这个我会重点关注。我之前也说过那个天然气我说这个天然气那现在呢应该来说只是刚开始我觉得未来天然气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这纯粹是我个人判断我并不是推荐你去投资那么还有就是军工板块军工板块我觉得以川普之前的风格来讲我觉得他是不喜欢战争行为的，是吧？所以我不怎么看好未来的那些军工板块我觉得在川普这个新的这个4年这个军工板块我不是很看好。然后呢是那个医疗板块，我觉得就可能还是要等一个大的周期吧。过去那个新冠疫情这样一个周期现在其实已经结束了如果没有新的一些周期的话，那我觉得那个板块它就是自己的股会走自己的这个趋势，对吧？就不会一个整体的板块有什么大的动作。但是呢，就是从川普他说的那个让美国再次伟大那我觉得像那个最近一直陷入这个飞机问题的什么波音或者说那个像说那个什么
英特尔就是感觉这个美国制造这个芯片，就美国自己的这个公司就最近都很惨虽然他们就是这段时间的表现很不好，对吧？但是如果川普真的有能力做到让美国再次伟大我是相信的，我觉得他有这个能力我觉得这些就是美国自己的一些有实力的这些公司，它的这种产业我觉得他们有可能会在未来有一定的发展就起码能够摆脱现在的困境就变得更好，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相对比较看好的，就是股市这一类那再说说那个中国的概念股吧。中国的概念股这个东西真的不好说因为现在就以现在中国的股市跟就现在这个中国的经济就现在还不清楚，就还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对吧？因为我们不可能去预测未来有什么战争有什么冲突是吧？你比如说像俄乌战争，像什么中东的这些以色列的这些问题，这个都不是，我觉得没有人可以突然就预测出来的那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如果就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么大的一种变局的话那它的这个就是如果还是就是中美是这种对抗的一种趋势，或者这个趋势竞争更激烈了，那中国这个股市我就觉得不太看好尤其是现在这个就目前来看，对吧？从那个3000多点跌下来基本就没有什么还手的力气了，感觉市场的资金也在一天一天的变少，对吧？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也有小的概率是在憋大招，对吧？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觉得跟之前那些网红就中国的股票网红说什么要涨到1万多点的这种，我觉得还是就我肯定还是以正常人的判断逻辑，是吧？我觉得我不敢相信那么还有就是这个，我觉得中国如果这些股市那个这样的话，那周边的像什么新加坡什么香港还有什么亚太的，像日本什么，我这些股市我觉得我都不会特别的去看好因为毕竟虽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们跟美国的这个经济来往可能是更多的但现在我觉得因为川普的他的这个宗旨嘛，他的方向嘛，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对吧？不是说让美国和他的盟友们再次伟大，对吧？这是两个概念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股市会变好，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有80%的把握我觉得会这样，对吧？但是他的盟友们，尤其是跟中国又离得很近这些经济，我觉得或多或少，对吧？不管怎么说，中国都是第2大的这个经济体，他们受的这个影响应该也是会受到这个影响的所以这些股市我也觉得不太会去看再回来说两句川普吧我觉得这个川普呢还有一点就是他有很多实事求是的方面，比如他过去他就一直说他说中国这个飞机场中国的高铁中国的很多基建就是他在基建上一些问题上面，他们是已经落后于中国了，对吧？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对他就会有信心，是吧？我觉得就是他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呢，他应该也会下这个大刀，对吧？美国在未来这个4年呢，应该来说还是会比过去那个4年应该会变得更好的不管是在经济还是各个方面吧最后再说几句，就是那个
数字货币的，就比特币什么的啊。比特币最近又创新高了，对吧？那我之前也说过，在川普的任期里面，它应该会达到20万美元啊，这个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我现在也觉得有很大的希望啊，起码有50%以上的希望。但是怎么说呢？我认为它应该还是会先跌啊。就根据我看到所有的这种金融产品的属性啊，它都是要涨之前都是要先跌，要跌之前都是要先涨。所以我大胆的啊，我觉得这个比特币如果在5万美元左右啊，我就会去买，然后我会看到20万啊。如果不到5万，我是不会动的。反正我就相信它一定会到5万，我有这种感觉啊。我觉得它会先跌下来到5万，然后再从5万再往上涨到20万啊。这个是我对这个数字货币的看法。其他一个个小的币种什么的，这个就不分析了，对吧？这个东西就比较复杂了啊，也很多讲不清楚。好吧，那最后就都说到这里了啊。